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17日星期四，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民意调查，超过2/3的北岸读者反对自由车队抗议者。过去2周，反授权抗议活动和卡车司机的自由车队在加拿大占据了新闻的主导地位，并引发了辩论双方的强烈反应。北岸新闻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70%的北岸居民认为抗议者是一群阴谋论的推动者，他们正在宣扬更多的仇恨，而不是他们履行公民义务。他们还敦促当局尽一切努力结束反授权抗议活动。这些观点是在加拿大各地充满愤怒的时候发表的。自由车队抗议活动在关闭安大略省以及哥伦比亚省的过境点后引起了国际关注。此前，抗议者关闭了大桥，并限制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一条关键贸易路线。警方在周末采取行动，清理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大使大桥。为了了解北岸的读者对反授权抗议活动的看法，北岸新闻对1729名读者进行了调查，并提出问题：你对渥太华的卡车司机抗议车队有什么看法？民意调查从2022年2月2日持续到2022年2月16日。在1729张选票中，我们可以确定504张来自北岸社区。结果显示，超过68%的读者认为封锁是由另类右翼阴谋论者精心策划的，他们劫持了该国首都的人质。他们希望警察驱逐这些抗议者。然而，超过18%的当地读者支持抗议车队，这些读者认为抗议者正在为自由挺身而出，为控制 COVID 而采取的措施，这些自由越来越多地被政府夺走。另有13%的北岸读者表示，他们不同意抗议者的行为，但在民主社会中，增加公民不服从的行为是平衡不同意见的方法。北岸读者的结果与全国性民意调查的结果相似。这些民意调查发现，60%至75%的加拿大人反对自由护卫队抗议活动的行为，而1/4至1/3的受访者支持抗议者。据 Vancouver Sun 报道，在通胀率上升的当下 ，BC 的最低工资将于6月1日上调。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现在超过5%。BC 公平工资委员会正在考虑将最低工资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选项，然后再在6月1日宣布工资将增加到什么水平。上周 ，BC 政府宣布，所有最低工资增长都将与通货膨胀率挂钩。周三，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30多年来首次超过5%，部分原因是与 COVID 相关的供应链问题带来的食品价格上涨。租金和房屋所有权价格也在上涨，许多消费品的成本也在上涨。BC 目前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5.20加元，比2020年6月增长4.1%。最低工资在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期间上涨了5.4%，从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上涨了9.5%。在2002年至2010年期间，它根本没有上升。2011年至2017年间，最低工资上涨了30%。BC 有近40万人为最低工资而工作。政府表示，公平工资委员会也在努力完成其任务的第3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审查 BC 的生活标准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Novavax 疫苗获准在加拿大使用。加拿大卫生部已授权加拿大成年人使用 Novavax COVID 疫苗。根据该机构的一份新闻稿，2剂 Novavax Nuvaxovid 疫苗在保护临床试验参与者免受有症状的 COVID 侵害方面显示出90%的有效性，在预防严重疾病方面的有效性为100%。自2021年1月以来，加拿大卫生部一直在审查 Novavax 基于蛋白质的 COVID 疫苗。该疫苗现已在加拿大授权用于18岁及以上的人。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网站，该疫苗在儿童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 Theresa Tam 博士在周四的技术简报会上表示 ，Novavax 疫苗是第一种授权在加拿大使用的基于蛋白质的 COVID 疫苗，并将提供给加拿大迄今为止无法或不愿接种 mRNA 疫苗的成年人。类似的基于蛋白质的技术也用于目前市场上的肝炎和流感疫苗。加拿大卫生部建议两剂疫苗间隔21天接种，但给药时间表的最终决定由每个省和地区决定。Novavax 目前不被推荐作为加强剂量，但 Tam 表示，对于那些已经接种其他授权疫苗的人来说，它可以作为第三剂。疫苗成分的完整列表以及可能但预期的副作用都公示在加拿大卫生部网站上。估计有 73% 的美国人对 Omicron 变体免疫，这足够了吗？今年冬天袭击美国的 Omicron 浪潮也加强了其防御能力，为冠状病毒留下了足够的保护，未来的飙升可能更少。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免疫系统现在能够识别出这种病毒，并准备在遇到 Omicron 甚至另一种变体时将其击退。大约一半的合格美国人接受了加强注射，总共有近8000万确诊感染，还有更多的感染从未报告过。一个有影响力的模型利用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来估算，目前有 73% 的美国人对主要变体 Omicron 免疫，到3月中旬，这一比例可能会上升到 80%。这将预防或缩短受保护人群中的新疾病，并减少病毒的整体传播量，可能会抑制新的一波疫情。专家一致认为，医院将会从不堪重负的 ICU 中休息一下。经过不同程度的缓解，许多美国人开始回到大流行前的生活方式。随着口罩要求的放松，工人返回办公室，航班满员。专家们正试图了解这种恢复正常的情况能否持续下去，或者另一个挫折是否迫在眉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科学家估计，到激增结束时，美国约有3/4的人被 Omicron 感染。这意味着不同的地区或人群有不同的保护水平和风险。即使根据对人口免疫力最乐观的估计，大约8000万美国人仍然很脆弱。这与大流行期间美国确诊感染的总数大致相同。担心人们，特别是未接种疫苗的 Omicron 幸存者，可能会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此外，估计保护远非科学那么精确，这是一个变化的目标。随着免疫力的减弱和新变体的传播，保护因人而异。IHME 模型估计范围很广，从 63% 到 81%。而且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有多少人受到保护。特朗普到底有多富有？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向《纽约时报》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在信中，他声称自己非常富有。他引用了一份2014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报告，称他在开始竞选总统之前的1年里身价58亿美元。但是，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那样，当特朗普在2015年宣布参选时，他说，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净资产摘要显示，他的总财富为87亿美元。1个月后，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又发表了一份关于他财富的声明。在此期间，纽约市、旧金山、迈阿密和他拥有房产的许多其他地方的房地产价值大幅上涨。他的债务只占价值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利率非常低。截至目前，特朗普的净资产已超过100亿美元。确定特朗普的实际价值是一个变化的目标，主要是因为这位前总统经常夸大其词。早在2012年，当特朗普考虑竞选总统时，他就花时间确保每个人都知道他非常富有。特朗普到底有多富有？这是一个在他成年后一直被问到的问题，并且仍然是许多争论的主题。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的前会计师事务所马泽于2011年至2020年间对所有特朗普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保持距离的传闻，重新点燃了关于这位亿万富翁商人有多少资产以及他欠多少钱的话题。
这有点难以判断，主要是因为这位前总统与传统背道而驰，拒绝公开发布他以前的任何纳税申报表，并拒绝透露他个人的财务状况。福布斯长期以来一直在密切关注特朗普的财富，而且截至2021年9月，说特朗普的净资产实际上是25亿美元。这些财富的大部分都与房地产11亿美元有关，他的高尔夫俱乐部和度假村又占了6.5亿美元。根据福布斯的计算，特朗普的净资产在2015年达到顶峰，当时他的价值为45亿美元。他在白宫任职期间，这一数字稳步下降，这是特朗普经常谈论的事实。特朗普也因2010年从美国国税局获得的7000多万美元退税而陷入争议之中。2011年，美国国税局开始调查特朗普是否可以获得商业损失退税款，此案仍未解决。特朗普的财富程度，就像他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似乎部分是捏造的，或者至少被严重夸大了。也许理解特朗普对待财富以及生活的最佳方式来自他1987年出版的《交易的艺术》书中写道：我推广方式的最后一个关键是虚张声势。我玩弄人们的幻想。人们可能并不总是自己想得很远，但他们仍然可以对那些这样做的人感到非常兴奋。这就是为什么一点点夸张永远不会受伤害。人们愿意相信某样东西是最大的、最伟大的、最壮观的，我称之为真实的夸张。这是一种无辜的夸大形式，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促销形式。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了解、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请点赞、订阅及转发。打开小铃铛，您就能及时收到本频道的更新通知，足不出门了解身边事、本地事、天下事。下期不见不散哦。